Hello， 大家好，非常激动啊！这一次，因为今天我们要开箱的主角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个产品。这个品牌成立的时间并不能说特别的长，但是它所出的每一款产品，我认为都有其独特的理念，还有它的创意。它是能够将自己对于声音的理解，对于外形的喜好，并且成功的将这几个方面给它融合到了一块。这个品牌就是 FortiEars， 在今年的5月份，品牌的第2款产品，也就是孟菲斯托终于要上市了。当然了，孟菲斯托只是音译过来的一个名称，如果说您愿意称呼它为梅菲斯特，那也是可以的。非常激动，因为自打发布之后，差不多是4月份公开的这个产品信息之后，我就一直期待着这个产品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抵达我的手中。今天终于是到来了。那照例在开箱之前，先容我啰嗦一会儿。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包装，它的这个包装比起那个麦克白要明显的小了一圈。我相信啊，它里面的那个耳机包一定是缩小了许多，不然的话，大概一个耳机包就要占掉一半的这个空间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语言与第一款麦克白是如出一辙的。我们知道第一款的话，它是那个莎士比亚的歌剧，也就是麦克白，以这个为原型，并且吸取了一些灵感做出来的这款产品。那个耳机的话，很多朋友就是看不惯它的表面啊，因为它表面是深红色的，然后配有一些说难听点就是花里胡哨吧，比如说像宝剑啊，还有皇冠啊，以及一些宝石之类的，对吧？但是客观来讲，这种珐琅加纯铜镀铬的这种工艺，到目前为止，时间已经过去1年了，大家不妨想一想，还有没有说第2家在采用这个工艺的？我回顾了一下，应该是没有的。当然了，审美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为什么麦克白的这个底色它是一个红色的？因为麦克白的话，这出歌剧它本身上是一个悲剧嘛，底色之所以采用红色，就是因为象征着鲜血，所以它采用了这个红色。我自己看的话，看久了可能还行，但是一眼看上去的话，接受度不能算特别的高。但是这一次这个孟菲斯托采用的面板，我相信对他吐槽的朋友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应该要少很多了。接受度相比起来，我相信也要高出许多。既然第一款产品麦克白是从歌剧当中吸取了灵感，那么第2款不出所料又是从歌剧当中所吸取来的。它的灵感来自于博伊托的一出歌剧，叫做《孟菲斯托费勒》。那关于这个歌剧名称，不瞒大家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过。因为虽然销售麦克白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麦克白这出歌剧我还没有从头到尾的把它看完。没辙，我的点就不在歌剧这。你让我听个管弦乐或者说4重奏、钢琴，我都可以接受得来。但是对于歌剧，先饶了我吧，可能还没到那个程度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确实，我个人听音乐的这个点不在歌剧这一块。好，前面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开。这条耳机其实已经纳入我的这个年度预算当中了，就是属于我今年必买的一款产品，但是还是因为老样子嘛，就是首批货可能到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等到货源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到时候我再来买一条。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直接在这里标上了 Set of Sound， 就是歌剧调音的一个意思，或者说声音灵感来自于剧院吧，不管怎么理解都可以的。然后老规矩，一个就有点像我这个，就拿来垫着的一块桌布一样的东西。对，但这次桌布明显比那个要小嘛，这个不瞒大家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实际作用，可能也是他们品牌文化的一部分吧。先等等，先看一下这个配件盒。哦，这个小盒子这次做的可以嘛？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是插式用的，前面那个不建议用来插耳机啊，可能会造成划痕，因为它的那个目数比较低。这个耳机包客观来讲比上一次做的明显要好，而且这一次的这个体积也做好了，里面也做了这个隔层。这个体积的话，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像第一次做的那个麦克白的包，那个包实在是有点过于硕大了，不太方便我们日常的这个使用。耳套还是巴洛克，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一次的这个巴洛克换了颜色。对，提供了3个尺寸 ，S、M 还有 L。这个型号的话叫做巴洛克 Stage 版本，也就是巴洛克舞台版。这个耳套相对于原版的黑色的巴洛克啊，它的这个声音比之前的声音轮廓要更加的明朗，整体要清爽一些，并且信息量我认为也要更丰富一些。
在两端的延展方面啊，这个也是之前有朋友所诟病的，就是这个巴洛克哪里都好，就是两端延展打的不是特别的开，声音有一点点的那个肉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这个巴洛克 Stage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并且佩戴的这个舒适度，我认为依然是在线的，只是说没有黑色的那个那么的柔软，但是我认为依然是好于市面上大部分的耳套的。这个耳套后续也会有单独的零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重点了。线材，对，这个线材的话，不出所料还是找 Anytech 去定制的。线材是这个4.4，这个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地方。如果说大家需要3.5的话，得另外再买一个转3.5的插头或者说之类的，这个它标配是没有送的。这一点我认为还是值得他们考虑一下，就是送一个无伤大雅，对吧？毕竟方便我们日常的这个使用嘛。这个线材我认为最好的一点啊，不是在于它的声音或者说什么东西，而是说在于它的颜值，因为这个颜值就是银白色的嘛，它和这个耳机的这个银白色，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就是绝配啊！这个配色，银色再加上这个深灰色的这个五金件，和耳机本体几乎是配一脸的这种感觉。装上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手感可以，这个0.78厉害了。它仿佛有一股力把你的手往里面推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配色是不是非常的协调，这个就很漂亮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甚至于某种程度上啊，我认为啊，它另外配的那个官声线可能在颜值上面还没有这个线来的配的。然后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个线这里有一个折，大概90度的一个折痕。为什么做这个？这个在美观度上面可能它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使用体验是有着莫大的帮助的。因为有了这个弯折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防止我们日后在使用过程当中所导致的线材形变的情况。我认为这个设计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这个佩戴体验。好，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耳机本身。首先是这个腔体。这个腔体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腔体本身的话就是黑色的树脂，但是这个树脂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说一下的，就是我因为拍照啊或者说拍视频嘛，我之前那个麦克白那个耳机，不瞒大家说它有点滑，就是放在这，有的时候把线拔了放在这个面上面拍，一不小心就掉下来了嘛，这个相信大家拍摄小产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但是麦克白被我摔了2次，耳机没有任何问题，说明他们在材料选择以及腔体的厚度上面，我认为做的还是非常的老道的，所以一般的摔落我认为不会给我们的使用构成任何的烦恼。然后在插针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出音孔，这一次这个滤网也做了一些设计，上面有一些独特的图案，这个细节用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其他的就没有太多的了。重点的话咱们还是放在这个面板上面，这个面板它这一次是做了一个纯银的一个工艺，我们原生态也有做一些银面板的一些耳机，或者说纯银的耳机，我之前也接触过一款，具体品牌我就不跟大家讲了，那个耳机的面板那个毛刺感之夸张，简直让人就是惨不忍睹。我拍照之后把它放大到不说100%，就在手机上面预览，那个边角的那个毛刺就已经没法看了。而这一次孟菲斯托它也是用了纯银的一个面板，不光是在做工工艺上面超越了之前我们所销售过的纯银面板的耳机，在细节与精细度方面，我认为也是超越了之前的纯银面板耳机的，因为这个里面的元素实在是多的有点恐怖了。包括 F1 的 logo 上面一个红色的小珠子，然后下面还有个3根手指，这个是一个恶魔的手势，也就是孟菲斯托的一个化身。然后它的底色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黑的，为什么有一点点黑？就是因为它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做旧处理的，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一个工序。而表面的话就是纯银的，大家看到纯银可能就会有点慌，那它会不会氧化啊，或者说会不会变色啊之类的？答案我在这里就可以告诉大家，是100%会的。但是我们用一张擦银布就简单的擦拭一下就可以了，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亮度与光泽。如果说您玩过银饰的话，那这个擦银布想必您家里一定有，如果没有也不要紧，10块钱可以买好几十张，就最普通的擦银布擦一擦，没事给它抛光，会非常的漂亮的。所以正是这一次这个面板是属于复杂精细当中又带有产品设计师对于这个产品的理解，再配合这个亮闪闪的这个外观，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大家对于孟菲斯托这个外观的接受度应该是要显著的高于麦克白的。不瞒大家说，这个外观我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样品图的时候就已经心动了，怎么可以说就是把耳机做到这个程度的？大家要注意啊，这里不是那种平的用一个胶水给它盖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市面上有一些耳机因为处理不好内部的这个结构，所以说干脆在表面覆盖一层透明树脂，这样对吧就完事儿了。但是 Forteas 这个品牌我认为他们是有追求的，如果说达不到他们满意的这个效果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做了，所以最终所能实现出来的这个面板的质感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并且这一次还有一点依然保持的比较到位的，就是它的佩戴感。前面我简单的试戴了一下，它的这个佩戴感和麦克白差异不是特别大，因为麦克白我长期用嘛，所以我对于它的佩戴感大概是心中有数的，大家尽管可以放心，是目前超级键里面贴合度做的相当好的一款。因为有很多超级键耳机啊，他们的声音也很出色，但是他们大部分是靠耳套固定在这个耳洞这一块的，而不是说卡在这个耳蜗这里的。不是卡住的话，您如果说听1个小时以上，您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耳朵这里似乎有一点点不适感，或者说有一点坠落感的。而这种卡住的这种结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卡住的，我觉得大众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卡住的话，对于我们长期的一个使用，我认为是有着莫大的帮助的。所以在佩戴这一块，大家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配件啊？好像没有了。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款耳机的一个单元配置。它是一个124的结构，也就是每边7颗单元。第一颗的话是那个 Area 微型平板，这颗平板的话负责高频，另外还有2颗7.4毫米的 LCP 动圈单元，以及4颗定制的升阳动铁单元。所以说在单元的组成结构方面，与麦克白也是有着不小的差异的。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单元配置没有麦克白堆料那么夸张啊，所以说它的一个售价也走低到了就是21999的一个售价。我认为这个差价还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就官方的描述而言，孟菲斯托和麦克白其实不是一个上级一个下级，或者说旗舰和次旗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更多的来说，这2款代表了2种不同的音色，2种不同的演绎方向。简单来说，就是麦克白有着浓厚的歌剧调音，特别是对于人声啊，还有低频的处理，以及空间感和混响这么几个方面是有着着重的加强的。而这一次孟菲斯托的话，则更多的把重心转移到了全频段，也就是上中下3个频段，它更多的是表现一种均衡感。也就是说，如果您跟麦克白去对比的话，那么孟菲斯托的上下2端，我认为是明显要打得更开的，但是它的一个低频就没有麦克白那么的扎实和有力的。说到这里也很奇怪啊，就是它的这个低音单元其实是用了2个动圈嘛，结果低音方面可能比起麦克白那种球形的浑圆的饱满的低频，可能还要稍逊一点。这个孟菲斯托的低频，我认为更多的是在强调打击感还有力量感的，而不是强调麦克白的那种辉煌感。这是2款耳塞音色的一个很大区别。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孟菲斯托更加适合流行的，也更加适合 ACG 了。因为这一次高频单元是用了平板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它的这个速度感啊，比起麦克白也要快速了许多。如果说您喜欢听流行电子或者说 ACG， 还有比较轻量一些的女生的话，那么孟菲斯托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它的能量感是均匀的分布在上中下3个频段的，但是相对于麦克白来说的话，除了前面说的低频，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剧院感，或者我们歪一点啊，把它称之为辉煌感吧，也会相应的就是淡化一些。孟菲斯托在这方面的表现会更加的现代，而不是说强调那种复古的调调了。好，大致的声音区别咱们今天就先简单的讲到这里，因为这一期咱们只是开箱嘛，等我对这款耳塞的个性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掌握之后，到时候再与大家做一个详尽的声音分享。最后再说一点呢，就是这款耳塞还有一款同步上市的官方升级线，叫做 Temptation， 它是一款8星线材。如果说您喜欢孟菲斯托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声音，想在它原本的这个基础上面去做强化的话，那么 Temptation 这款线材是100%合适的。它是一个正向强化的一个作用，除了有点粗，没有什么太大毛病了。那款线材的售价和耳机是一样的，也是21999。但是如果说在首发的时候购入的话，因为首发的时候会有一个套装嘛，就是孟菲斯托加那个 Temptation 这么一个套装，再加那个玩偶，这个套装的售价是38999。但这个套装的话就没有这根原线了，就是银色的这根原线了。但是有一点是，这个套装它限量只做200套，所以不瞒大家说，我还在纠结到底是入标准版还是说入那个套装版。大家如果说有答案的话，可以指点我。不过就我们目前的这个预定的数量来看啊，套装版大概预定出去了10几套，然后标准版的话是个位数，反而是预定套装版的朋友更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容我再纠结一下。好了，那本期的开箱就先做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再见。